今天是阿森纳球迷心碎的一天。欧冠决赛最后以点球的方式决出胜负，而最后的一个球，10个主罚球员最后出场的竟然是加布里埃尔。当时在今天直播的时候，老 K 就对着 YouTube 里面的网友们惊呼：不应该让加布里埃尔上啊！因为从94年世界杯决赛巴西对意大利开始，每次老 K 看到球队最好的球员踢点球决战，总是他们踢丢。94年那一次罚点球，意大利队先是巴雷西罚丢，最后又是头号球星巴乔一脚踢飞。而法国队06年对意大利的点球决战，在齐达内用头撞人被红牌罚离场之后，第5个出场的法国队特雷泽盖也是一脚踢中横梁。2016年美洲杯决赛，阿根廷对智利点球大战，第一个站出来的梅西也是直接踢飞。那次阿根廷输掉决赛，当时赛后梅西甚至宣布要退出国家队，这才有了后来21年美洲杯和22年世界杯梅西的救赎。而作为英格兰球迷，我永远都忘不了04年欧洲杯英格兰对葡萄牙的点球决战，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队长，世界足坛第一流的巨星，点球大战第一个主罚一脚踢上看台。后来鲁尼、兰帕德、杰拉德似乎都有过类似的点球阴影。今天阿森纳的萨卡在过去决赛英格兰对意大利决定冠军归属的点球，萨卡也是踢丢了。所以萨卡到今天晚上，在他的职业生涯参加的所有决赛全部输掉，4场比赛全输，分别是20年欧洲杯决赛、24年欧洲杯决赛、26年联赛杯决赛和26年今天的欧冠决赛。今天萨卡下场之后，马杜埃凯踢这个右边锋，表现比萨卡要好多了。所以过去索斯盖特让他在国家队踢边后卫，也许反而能让他发挥得更好。萨卡对比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是属于包 C 不包赢，纯运气不好，在队里面是 carry 的作用。但萨卡现在真是越来越没眼看了。这赛季虽然踢过几场好球，但印象里跟强队的比赛，萨卡就没怎么发挥过。还是说回点球，今天的加布里埃尔就像过去的约翰特里一样，真的不是老 K 乌鸦嘴，以后点球大战切记不要让自己队里面作用最大的中后卫或者队长来踢，这种事儿老 K 看的真不是第一次了。今天全场加布里埃尔13次解围，3次夺回球权，封堵射门1次，抢断1次，但最后点球大战罚丢1个。罚点球一头一尾非常关键，尤其阿森纳今天是后罚，第5个是特别关键的。如果今天第5个罚的是赖斯，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朋友们，今天的决赛老 K 直播又跟大家度过了愉快的2个小时。那么这个节目越做，大家之间越有感情，希望您能动动小手指，把 hype 积分献给老 K， 也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分享，千万不要忘了订阅。好，咱们继续。那么另外，点球大战阿森纳的门将拉亚今天也是拉满了。在今天跟大家一起看球直播当中，老 K 一直说拉亚作为门将身形确实矮了一点，手也短了一点，但是在阿森纳第2个主罚的埃泽将球罚丢了之后，拉亚勇敢地站出来扑出了鲁诺门德斯的点球。这个球也要说一下，在1998年英格兰队点球罚丢以后，当时英国的报纸们专门采访了各种数学家、各种物理学家，最后经过测算，罚点球最忌讳的就是不要去罚那种半高球，像今天鲁诺门德斯这样的半高球是门将最喜欢的。所以虽然丢了冠军，但门将拉亚绝对是虽败犹荣，今天差一点点又能拿到林峰奖。可惜就是莫斯科拉在下半场莽撞的动作制造了点球，那么在90分钟内被点球扳平，拉亚也毫无办法。今天场上2尊大佛，一个是拉亚，另一位就是大米先生赖斯，再加上加布里埃尔。今天中后场阿森纳这中轴线是真的稳，拉亚在比赛中各种神扑，反应也快，这算是他最高光最完美的一个赛季，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本赛季阿森纳的成就。但有一说一，确实身体短了一点，扑点球不太擅长。如果不是因为1.83米的身高，拉亚应该在西班牙队当头号门将。这一场他真正是大跌级的表现。今天他的出击至少破坏了2次大巴黎的绝佳机会，临场发挥怎么都比对面的俄罗斯门将至少强1个档次。2次绝命出击强行给阿森纳续命，要不然根本就到不了点球大战。所以加布里埃尔和萨里巴在面对大巴黎这样的强度高举高打的时候，显得稍有些狼狈。
本赛季阿森纳也被保级队逼平过不少次，但拉亚跳起来像老虎一样的摘高空球，真的没话说。另外，赖斯在欧冠的决赛120分钟仍然是上下翻飞，踢满了，拼到最后一刻。在自己队友马杜埃凯突入禁区那个疑似点球未果的情况下，赖斯彻底失去了控制，不断的挥手，不断的向裁判抱怨，希望裁判能看一下 VAR 回放，但最后仍然没有点球。赖斯当时也拿到了一张黄牌，可惜这100多年的阿森纳最后仍然没有捧回那梦寐以求的欧洲冠军杯。但是阿森纳今年真的很强呀，听老 K 的节目都知道老 K 是多么的喜欢，多么的敬佩赖斯这样的人。不仅是球场上，包括球场下，他对自己女朋友被网暴的表现，这堪称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么本届世界杯，如果英格兰能够拿到世界杯，我希望赖斯能拿今年的金球奖。对比过去的罗德里，他是真的一点不差，进攻、防守、拦截一把抓。不过还有个问题，队里面的哈里凯恩数据也爆炸，成绩也不错。所以英格兰拿了世界杯，到底金球奖给赖斯还是给凯恩？没办法，作为一个后腰拿金球奖确实是比较难的。凯恩的各项赛事已经69个进球10个助攻，世界杯也会继续的爆棚。所以某种角度来说，赖斯真的是很可惜，他是最配赢的那一个球员。你可以不喜欢阿森纳，但是你真的没办法不喜欢赖斯。本场最牛逼、最燃劲、最屌、最爆、最强、最神，覆盖最宽，出球最好，和裁判的交流也最多，最后还拿了一张黄牌的最帅最强的先生赖斯大米。整个赛季他是绝对的大神，希望阿森纳能够考虑给他第一队长，几乎靠一己之力抗衡巴黎整个中场组。好在本赛季终究是拿下了英超冠军，也可以略微知足一下，这属于有遗憾但也很完美的一个赛季。而加布里埃尔最后的一个点球，葬送了100多年阿森纳唯一一次拿欧冠的机会。当最后第10个上场踢的球员我看到是加布里埃尔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老可一声长叹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这位悍将。所以有时候像点球大战这种特别黑的纯黑人，像埃泽、像加布里埃尔上场踢点球的时候，感觉似乎有点决心不足，没有办法，压力山大，比五指山的压力都要大。可是作为真正的男人，最后一个罚点球这个位置谁都不想去，加布里埃尔他站出来了，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拼到了最后一刻。如果不看点球，他完全是世界第一中后卫的表现。没有办法呀，许多次了，看点球大战就知道，像这种队里面最伟大的球员，往往到最后的点球，你会看到他的眼神有一丝闪躲，摆球会摆好几次，表情很紧张，皱着眉头深呼吸，好几次深呼吸。如果顺带还要摸鼻子，那大概率就会踢飞了。特别是点球前还一堆小碎步，一堆烂动作，说的就是你埃泽。重庆话叫扇自己舌子哎。踢点球啊，反而是一气呵成、一蹴而就那种踢法，踢进的概率最大。再说一遍，多看一下过去阿兰希勒和巴蒂斯图塔的点球。那么黑人球员心理素质可能真的有些问题，今天3个黑人全没进。不过12码前无诺夫，希望加布里埃尔心理上造成的压力不要伴随太久，重整旗鼓，明年阿森纳再出发，再进军欧冠决赛。我相信看过了这2年的阿森纳比赛的真正阿森纳的球迷应该是会原谅他的。好的，再看大巴黎，他们终于夺得了队史的第2座欧冠奖军，实现了卫冕，这也是继皇家马德里之后第2位在欧冠改制以后能够卫冕的球队。而另一方面，姆佐姆巴佩离开大巴黎2个赛季，大巴黎就拿了2次欧冠。真不知道10年、20年、30年、40年以后，我们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会不会有新的球迷到时候说啊，姆巴佩他只是邓贝莱时代一个喜欢刷数据的球员而已。那么作为姆巴佩的球迷也没有办法，毕竟冠军说话，皇马拿了那么多冠军，那么多欧冠，你姆巴佩去了之后就一个冠军都没有了。而一直以来没有欧冠的大巴黎，你姆巴佩一走就马上连续的拿欧冠，这种事儿你说到哪儿说理去？那么接下来在今年的欧洲超级杯就由大巴黎会对阵阿斯顿维拉，比赛将在8月13日举行，地点在萨尔茨堡的红牛竞技场。去年的维拉在欧冠战巴黎打的是荡气回肠，差一点点就逆转，比其他的英超豪门更争气。除开了世俱杯的切尔西之外，维拉确实是近2年对大巴黎踢得最好的英超球队。所以8月份的时候，阿森纳的球员得看好了，看看维拉到底怎么踢。
咱们维拉也可以很硬气的说，阿森纳你看好，我只表演一次。好的，那么拿不到，最后就只能接受别人的嘲讽。今天切尔西官方立刻发了官媒，晒出了自己的欧冠冠军，并且写道，请来参观伦敦的奖杯之家吧，请立即预定斯坦福桥球场导览之旅。在阿森纳再次无缘欧冠以后，切尔西依然是整个大伦敦唯一夺得过欧冠的球队。另外，热刺队甚至可以把欧联杯也拿出来秀一波，毕竟阿森纳连欧联杯也没有，甚至连欧联之王埃梅里在阿森纳的时代也只能去拿亚军。说到这里，水晶宫也得说话了，我这里也有点东西呀。对了，还有刚降级的西汉姆联，人家也有洲际杯，也有杯的。这么多的杯，真是让阿森纳球迷扎心呀。好的，那么今天为止，近10年欧冠冠军的分布，皇马拿到了4个欧冠最多，大巴黎完成了2连冠。除他们之外，就是18到19赛季的利物浦，20到21赛季的切尔西，22到23赛季的曼城。所以皇马依然是过去10年最成功的球队，姆巴佩依然在最好的平台上，就看明年穆里尼奥来了之后，故事会如何发展。穆总，你可千万不要成为别人嘲讽的啊！或者是由于姆巴佩的到来，才让皇马来到了1949年。说真的，所有的段子手都在这里做文章，毕竟是你选择离开巴黎去皇马，才让皇马成为了4大皆空队，也使得巴黎才能突破自己队史的欧冠2连。真不知道姆巴佩此时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上半场结束阿森纳领先的时候他是不是笑了。 OK， 今天双方的中后卫，那边大巴黎的马尔基尼奥斯，这边阿森纳的加布里埃尔，他们都入选了巴西队的世界杯名单，很可能在巴西队作为主力中后卫并肩出征世界杯。所以赛后马尔基尼奥斯非常的理解，过来安慰拥抱了加布里埃尔。现在马尔基尼奥斯的状态呀是真的很差，本场比赛感觉完全是指望队友帕乔的发挥，所以到了世界杯还得指望加布里埃尔好好发挥一下。所谓的福将就是这种，事业运这一块还得是马尔基尼奥斯，他的冠军数甚至都快要超越梅西，成为历史第一了。这才32岁，你不得不服，你马尔基尼奥斯叔叔不争不抢，决赛甚至还有失误，照样拿了2个欧冠，这找谁说理去？而且巴黎球迷知道，他甚至每次决赛都有大的失误，不是送点球就是红牌，要么就是各种乌龙。看大巴黎的比赛呀，关键的时候马尔基尼奥斯经常是软脚蟹，尤其在禁区内正面防守的时候，就一直侧身把位置让给别人，还往后退让人家射门，甚至有时候半决赛就能看到各种失位。但就这样竟然还赢了，就问你服不服？今天上半场哈弗茨那个进球完全是马尔基尼奥斯的低级失误，把球传给了对手。但不得不说，哈弗茨的打门近高远低是真的标准，真的教科书一般。好在除此之外，后半场的马尔基尼奥斯表现还可以，没有大的失误，他也算是真的熬出头了。在大巴黎待了那么多年，当然也坑了那么多年，是终于遇到了能够补自己坑的队友。帕乔老 K 是真的喜欢，过去节目里已经说过一次，就可惜不在英超，所以比赛看的稍微少一点。关于马尔基尼奥斯，很多人会记得2021年欧冠打皇马，是马尔基尼奥斯的失误致使对方本泽马完成帽子戏法，但最后得亏梅西罚丢了点球，掩盖了他次回合的灾难级发挥。最后球迷的火力是一点没有波及到马尔基尼奥斯。最有意思是内马尔在俱乐部在大巴黎刚刚被马尔基尼奥斯坑完，又是送球又是丢点球的。当时的内马尔在巴西国家队还挺 carry， 但是带不动啊。最后输完了之后，当时一直被喷为是巴西最弱的时候，所以内马尔到了大巴黎之后的足球生涯那么坎坷，跟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跟马尔基尼奥斯当队友有很大关系。还有2024年也是马尔基尼奥斯莫名其妙回传送给多特蒙德角球，然后被胡梅尔斯给顶进去了。甚至去年的世俱杯打切尔西，因为帕乔停赛，一个马尔基尼奥斯立刻顶不住，3-0输给切尔西也不是偶然的。好在今天上半场低级失误送阿森纳进球之后，马尔基尼奥斯还是顶住了，有许多转移球的处理不错，体现出了自己出球和技术的长板，防守端的地面对抗拦截后面也算不错，许多次破坏阿森纳的反击，最后算是将功折罪，终于又拿到了1次欧冠。好，接下来必须重点表扬邓贝莱。邓贝莱越来越像 NBA， 杜兰特走了之后，威少立刻2连。邓贝莱跟姆巴佩的关系像不像 NBA？
威少当年和杜兰特的关系。可杜兰特离开威少之后是拿到了冠军，但邓贝莱失去姆巴佩之后，反而自己多了2个欧冠。遥想当年的邓贝莱还是那个通宵打游戏，被梅西叫醒了去训练的少年。2019年当时欧冠对阵利物浦，中场前一脚射门让无数的球迷失望。这么多年，邓贝莱的状态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在巴塞罗那的确辜负了不少人，尤其是辜负了主教练哈维。但这2年他的蜕变，他的表现，所有人都对他由衷感到高兴。今天邓贝莱拼到最后，脚似乎有些受伤。当时老 K 在直播里惊呼：千万不要受伤啊！世界杯我们要看你啊！希望接下来的消息层面千万不要有任何意外。邓贝莱今天赛后倒是说对于我今天最后倒地的情况，其实只是抽筋而已。比赛踢到第80分钟左右的时候，真的对我非常艰难。我觉得最后大家都抽筋了。好的，世界杯开赛前，整个欧洲足坛正式进入邓贝莱的球王时代。世界杯如果今年法国夺冠，那么又拿到了欧冠，又拿到了世界杯，金球奖应该是邓贝莱的，不会由姆巴佩来抢吧？ OK， 今天在比赛90分钟内拿到点球，邓贝莱从从容容的罚进。他本赛季欧冠参与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0颗，其中8粒进球，2次助攻。他的状态跟大巴黎的状态果然就如1年前老 K 所说，大巴黎你别看他赛季初的时候状态不好，到了4月份开始他就完全换了一个队。邓贝莱也是一到4月份呀，就真是换了个人。而且看今天比赛的表现，除了点球之外，邓贝莱在场上颇有点像过去在巴塞罗那，他的左右2只脚都能够平衡的控球，双足怪踢球，真是让人赏心悦目。不过阿森纳对面限制也做得太好了，根本不给他提速的机会。不光邓贝莱、大巴黎、K77等人都被限制得死死的。这一场整体战术上，阿尔特塔绝对是成功的，只是足球这个玩意儿它是圆的。好，接下来 K77 科瓦拉茨赫利亚。上半场老 K 还批评他一拿球就回传，你倒是突呀！果然下半场通过一个2过1 K77 突进去了，他进去了，他制造了点球。上半场虽然被莫斯科拉防得很难受，但下半场造点球扳平 K77 真是绝对的功臣。而且造点球之前 K77 的右小腿不知道怎么伤了，一大块皮都没有了，看着真吓人。第一时间老 K 都没认出来，那到底是血肉模糊呢，还是个什么绷带之类的。K77 这个家伙呀，如果不是世界杯年，如果看整个赛季的表现，也许他更有资格竞争金球奖。只是今天一开始上半场就被阿森纳进了一个，所以整场比赛的局势就不一样了， K77 就没有多少发挥的空间。但整体看来，走掉了姆巴佩，补上了一个 K77， 你就说这2年香还是不香？25岁的他太年轻，还可以在大巴黎踢7年8年。过去这1-2年，巴黎圣日耳曼的俱乐部主席纳塞尔每次演讲的时候经常会使用 K77 的一段视频片段，不是他进球的片段，也不是助攻，更不是盘带或者花式技巧什么的，而是在欧冠决赛中有一次关键的铲球，当时 K77 回撤了近50米回到本方半场，从邓弗里斯脚下断了球，而沮丧的邓弗里斯被迫对他犯规，大巴黎因此获得任意球。但你要知道，当时这一幕发生在去年欧冠决赛的第78分钟，当时大巴黎已经4-0领先了，胜负早已经定了，而且5分钟前 K77 还刚刚打入了一记精彩绝伦的进球。所以这种时候4-0领先， K77 仍然会狂奔50米回到禁区防守，这才是真正欧冠决赛上历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表演。每次纳塞尔都会说 K77 就是球队的化身。现在的大巴黎再不是过去那种星光熠熠却缺乏无私奉献精神的时代了。过去许多大牌球员来了巴黎队，不愿意参加防守，不愿意逼抢，不愿意回防。可现在的大巴黎，如果你不跑动，你就只能坐板凳。K77 拥有强烈的团队精神，而且同时具备个人天赋。他是那种最现代化的老式边锋，他不仅是巴黎队在场上进攻端最大的威胁，而且最关键，他跟邓贝莱在防守端的贡献，那种无私，真正撑起了大巴黎这2年的2次欧冠冠军。所以姆巴佩姆总有时候真的可以进行一些略微的自我批评。在足球场上，光有天赋，光有数据是不够的。什么是足球场上的无私？尤其对进攻端的球员来说，这真的值得细想。而过去的热刺队、纽卡斯尔队都曾经错过 K77， 这一个又一个的英超球队全部都该后悔了吧。
今日左路天尊欧洲足坛实力最强的也许就是 K77。那么今天遗憾屈居亚军的阿森纳，本赛季其实他们欧冠一共加起来只落后了43分钟，他们在15场比赛的常规时间保持不败，战绩11胜4平，而这累计只落后的第43分钟全部发生在1/8决赛首回合，客场1-1战平勒沃库森。所以作为主教练，作为重视防守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已经做到了极致。但今天就非常像2021年的曼城，曼城当时在决赛之前还不败，但最后就只输了一场决赛。所以阿尔特塔布置下的防守能力，阿森纳是确实恐怖。上一个能把防守调教的这么好的还是穆里尼奥，魔力鸟。那么下赛季穆里尼奥如果回到皇马欧冠，会不会安排阿森纳对阵皇马？让我们看看最强的盾和最强的盾打比赛是什么样子。这一支阿森纳真的就是阿尔特塔自己的军队，后防线已经做到了极致，可惜前锋群实在天赋有限。最重要的比赛唯一靠得住的人还是只有哈弗茨。下窗不知道阿森纳会怎么引进新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教授温格留下的美丽足球基因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今天他们的控球率只有 24.7%， 这是有统计以来所有欧冠决赛控球率最低的一次。但有趣的是，上一次阿森纳自己在欧冠决赛2006年，整整20年前，当时由于被罚下一个只有10人应战，他们对阵巴塞罗那的时候控球率 29.7%。 嘿嘿，没想到吧，今天11个人的阿森纳竟然比10个人的阿森纳控球率还要低。这确实中前场球员的个人技术个人能力是差了一些，而阿尔特塔的战术也确实非常极端，完全放弃了自主的进攻，但总体实力确实稍差，也输在了阵容上。至于阿森纳如果今天采取对攻，那么结果拜仁已经展示过了。今天要想赢，这样的战术无可厚非。还有今年的阿森纳确实签儿也比较好，否则也很难进入决赛。像输给大巴黎的拜仁，输给拜仁的皇马，输给皇马的曼城，还包括输给巴黎队的利物浦、切尔西，阿森纳踢哪个队都不一定能占上风。但确实呀，以点球的方式丢掉了欧冠，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太难接受了。比赛结束以后，阿森纳的名宿亨利和他们的功勋主帅温格，看见他俩在看台黯然神伤。显然这俩都希望能够见证老东家阿森纳创造历史，但最终还是没能加冕队史上首个欧冠冠军。是的，失败总是贯穿人生的始终，能拼到点球，今天已经是虽败犹荣了。阿尔特塔在阵地战几乎就没有给大巴黎任何机会，防守布置接近完美，相当有层次，再加上门神拉亚的状态甚至是整个欧洲最好的一个。对了，今天也是欧冠决赛自2016年以来这10年间首次将比赛拖入了加时，所以整体来看比赛确实高手过招，但确实也有些精彩不足。不过从大巴黎的角度讲，就像他们的纳赛尔主席说的，卫冕欧冠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像飞在天上一样。而维迪尼亚赛后更是说，卫冕进一步勾起了我们的胃口，恩里克这个主教练可能难辞其咎啊。哈哈，接下来大巴黎依然剑指欧冠，想做到3连冠、4连冠、5连冠吗？路易斯·恩里克这个主教练实在是魅力十足，实在太强。今天是他执教生涯第3次夺得欧冠冠军，他成为了历史第5人。在他之前有安切洛蒂，有过去英格兰利物浦队的主教练鲍勃·佩斯利，还有法国齐达内带皇马拿的那3次，另外就是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2次，在曼城1次。接下来穆里尼奥如果到了皇马，如果万一带着姆巴佩拿了冠军，那穆里尼奥也能够加入这个行列。不过如果大巴黎继续再拿1-2个欧冠，恩里克的历史地位直逼瓜迪奥拉。他今天赛后也说，我们大巴黎可以谈论3连冠的话题，因为俱乐部配得上这一切。而以若昂内维斯赛后的话，我们很喜欢和恩里克共事，所有人都很喜欢他。还有今天罚进了制胜点球的卢卡斯·贝拉尔多，他赛后也说，恩里克对我就像对儿子一样，我对他只有感激。当然不只是我，对整支球队，对整个俱乐部也是如此。我对他只想说声非常感谢。所以什么是充满人格魅力的主教练？我相信今天路易斯·恩里克在天上的女儿也会在天堂里露出笑颜。另外阿什拉夫今天他也赢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3座欧冠奖杯，因为2017到18赛季他曾经跟随皇马也赢得过欧冠，他就此追平了同样赢得过3次欧冠的埃托奥，
并列成为足球历史上赢得欧冠冠军次数最多的非洲球员。关键他现在只有27岁，很有可能打破这个纪录，并且在欧冠的总出场次数上，他已经来到了第77次，超越了76场的埃辛，现在仅次于埃托奥的78场、德罗巴的92场以及萨拉赫的98场。大巴黎经过了14年，总计达到24亿欧元的投入。纳塞尔这位52岁，头发依然非常茂密，来自卡塔尔的他堪称是世界足坛最好的俱乐部主席，他是真的爱巴黎。经过这整整14年，整整24亿欧元呀，大巴黎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王朝。而主席纳塞尔今天也总结到，签下恩里克是我过去15年来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有意思的是，巴黎队的高层纳塞尔和阿森纳的高层克伦克，他们的私交非常好，两个人在许多商务上都有合作，其中就包括推动 NBA 正在进军欧洲市场。对了，多说一句，前热刺队的主席列维最近也在投资 NBA 在欧洲的事宜。今天在完成了欧冠2连冠之后，敢于革新、敢于否定自己的路易斯·恩里克已经说，希望在夏天引进更多优秀的球员，让球队变得更强。主席纳塞尔已经表态，那就取决于恩里克的需要。当然，我们会去转会市场的。接下来，巴黎队将和恩里克续约到2030年，薪水会达到队内最高，他的收入会超过队内所有的球星。好的，这次赢下冠军也为大巴黎带来了总计 1.46 亿欧元的奖金收入，而失利的阿森纳预计他们的总收入会达到 1.43 亿欧元，这也创下了英格兰俱乐部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欧冠历史上曾经有过11支球队在半决赛淘汰了拜仁，最终加上今天的大巴黎这其中已经有10支球队最后都赢得冠军。唯一的例外是15到16赛季的马竞，当时在决赛中最终点球大战不敌皇马，那一次马竞也是撞上了欧冠决赛唯一官方承认的进球误判，不然也就没有例外。所以拜仁的球风真的很舒服，实力也很强，算是大巴黎今年碰到最大的对手。在欧冠，拜仁就是最好的试金石，他们的稳定性相当不错。就过去这15年，拜仁有9次是4强以上，只有1次16强。拜仁在欧冠的作风真的很像德国队在世界杯。好啦，最后的最后，巴黎球迷太幸福了，真正的苦尽甘来。这种站在欧洲之巅，站在世界之巅，而且是连续的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们阿森纳球迷很想要，但是不知道是啥滋味。老 K 真心的希望阿尔特塔、阿森纳明年卷土重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阿尔特塔跟阿森纳都值得捧一次大耳朵杯。最后，让我们向葡萄牙中场球员若昂内维斯致以崇高的敬意。只有21岁的他，今天在决赛赢下了16次对抗，这创下了2016年当时的卡塞米罗在欧冠决赛赢下18次对抗以来，单名球员在单场欧冠决赛中的最多纪录。若昂内维斯只有21岁，而且身高只有1.74米，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外号叫白坎特。真的，这仅仅1.74米的身体对抗太离谱了。最离谱的是他的争顶成功率也很高。过去曾有一些自诩为专业的球探说他这样的小身板踢不了英超，可是每次面对英超球队，内维斯基本上都处于上风。他那虎背熊腰的样子，肩膀又宽，腿又粗，就看那大脖子就能知道天赋异禀。这里多说一句过去有个冷知识，据说脖子越粗比脑袋都粗的就特别适合搏击运动。这样的内维斯真的核心力量强到爆炸。我记得去年的夺冠庆典，轻松的一个后空翻，天赋身体天赋这小子真的可以，又敦实又柔韧性好，还很灵活。在今天的比赛都已经加时赛110分钟，内维斯还在狂跑，在禁区内接球一个假动作把球让过去，直接将对面阿森纳的后卫给晃倒了。这都已经100多分钟还能做出这种动作，确实是天才，这体能真的好。21岁245天，若昂内维斯成为了欧冠出场40次以上第3年轻的球员，仅仅弱于本队的埃梅里和皇马的贝林厄姆。巴黎队的内部人士都认为维迪尼亚就像球队的节拍器，而这个若昂内维斯完全是辆小摩托。说真的，老 K 觉得今天的最佳球员应该给内维斯。光是他的女朋友马达莱纳·阿拉冈，又漂亮又可爱，长得又大方又耐看，面带甜美的笑容，他的姿态总是又松弛又俏皮，反正总感觉很轻松又有感染力。
只羡鸳鸯不羡仙。大家最羡慕的球员就是内维斯这样的，自己长得帅又多金，实力又强，还有如此顶级的女朋友。好的，另外今天最重磅的新闻，利物浦队终于让光头斯洛特下课了。本周末利物浦就计划和伊劳拉展开会谈，想迅速的敲定新帅人选。伊劳拉现在已经暂停了和其他球队的谈判，其中包括勒沃库森，也包括水晶宫。预计郎情妾意的利物浦将和伊劳拉迅速达成协议，这幸福来得太突然，红军利物浦的球迷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么斯洛特虽然他率队拿到了一次联赛冠军，在队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大家好说好散，现在球迷给的压力实在太大，大家都对斯洛特越看越像滕哈格。总之好说好散，难听的话老 K 今天就不要讲了。接下来手里握有联赛冠军的斯洛特想找到下一个下家估计也不难。那么英超 Big 6本赛季6位主教练就只剩阿尔特塔没有下课了，而且整个英超下赛季所有的主教练也只有阿尔特塔一个人是拿到过英超联赛的冠军。伊劳拉伊劳拉，老 K 很喜欢伊劳拉伊劳拉，快快来吧。好的，关于切尔西重磅的新闻，有知名记者爆料，切尔西不认为恩佐是非卖品，可能会寻求用恩佐去换皇马的中后卫赫伊森。哇，这消息要是真的，皇马的球迷可是双喜临门，就这么一言为定了好吗？这是能让皇马球迷高兴2次的转会。好，另一个抽象的新闻，前英格兰的国脚，咱们的快乐男孩斯特林，他现在效力于荷兰甲级联赛的菲耶诺德，但最近涉嫌吸毒后驾驶，在当地时间周4上午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以后被警方逮捕。他现在因为涉嫌在药物的影响下驾驶车辆，危险驾驶，还持有 C 类毒品，而且拒绝提供检测样本，所以被捕。但现在调查继续进行的期间已经获得保释。根据英国法律， C 类毒品包括安定类的镇静剂、类固醇、笑气以及 GHB 等等物质。所以现在斯特林职业生涯遭遇低谷，心理层面也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哦，对了，他今天是在英国的汉普郡被捕的。黑人球员跟毒品沾上边，感觉很难救啊。最后轻松一下，今天参加欧冠决赛的太太团们，老 K 必须进行逐一的介绍。阿森纳西班牙国门拉亚的妻子来自巴塞罗那，这位塔迪亚娜身材火辣，她曾经在西班牙的一家夜店工作。今年3月，她已经为拉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叫里奥。好，再看看萨卡。萨卡的老婆25岁的名模兼网红，这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和萨卡开始恋爱，长期以来非常的低调。去年11月，他们在一家伦敦顶级酒店度过了浪漫一夜之后正式订婚。目前女孩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 27.5 万名粉丝，她的名字叫托拉米本森。 OK， 第3位海伦斯皮林，她是厄德高的老婆，两个人已经育有一个儿子。30岁的海伦斯皮林在挪威是家喻户晓的国标舞天后，退役前曾疯狂地斩获了17个挪威全国舞蹈冠军，退役后还成为挪威版的舞动奇迹节目的常驻嘉宾。好，下一位索菲亚·韦伯，这是哈弗茨青梅竹马的恋人，两个人在德国一个小镇上共同长大。2018年，当时哈弗茨在勒沃库森刚刚是一个最具潜力的新星的时候，两个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随后他陪同哈弗茨一同前往伦敦生活，他也是颜值极高，在社交媒体上有近50万粉丝，经常分享自己奢华的家庭生活，还有环球旅行。他和哈弗茨在2024年喜结连理，25年3月迎来了儿子的诞生。下一位伊莎贝拉·卢索·马丁内利的未婚妻，这是一名巴西网红，也是一名即将在2026年毕业的医学生，集时尚、美妆与旅游为一身。他是个博主，经常在伦敦和巴西之间往返，两个人已经订婚。他们计划在今年夏天举办2场婚礼，一场在英国，另一场在巴西。接下来伊内斯·阿吉亚尔，这是泽凯赖什的著名女演员女朋友，她跟泽凯赖什的感情也是一波三折。这位27岁的女明星是葡萄牙本土一位高产的肥皂剧演员，今年4月他俩已经复合。好，接下来 K77 背后的女人尼查·塔瓦泽，这是 K77 格鲁吉亚的老乡，同时也是一名医学生。23年10月他们结婚，第2年夏天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塔瓦泽对私生活极为保护，但最近也开始涉足模特界。
好，迎面走来的是卡罗尔·卡布里诺，这是巴西中后卫马尔基尼奥斯的网红妻子，既是歌手，也是前真人秀明星。2015年，马尔基尼奥斯在埃菲尔铁塔下浪漫求婚，两人在第2年完婚，并且先后已经养育了3个孩子。紧接着，让我们看看巴黎后卫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的老婆维多利亚·特里亚，这是位非常成功的高级模特，经常为一些国际一线大牌走秀。不仅如此，私下里他还是一位格斗达人，从13岁起就接受泰拳训练，至今仍然靠练习拳击保持完美的身材。紧接着看看维迪尼亚的妻子塔迪亚娜·伦戴罗·托雷斯，这是维迪尼亚的青梅竹马，陪伴着他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在维迪尼亚还在波尔图青训期间就已经跟他恋爱，此后又跟随维迪尼亚前往英国加盟狼队，两人目前有2个女儿，生活非常低调。好的，再看看扎巴尔尼的妻子安吉丽娜·扎巴尔纳。安吉丽娜是一位模特，同时也是语言学家，两人是中学同学，2018年正式交往。同时，安吉丽娜童年时期还是一位业余的体操运动员，并且钢琴弹得非常好。成年以后专攻语言学，还创立了语言学校，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多语种的课程。最后再看看若昂内维斯漂亮的女朋友葡萄牙女演员马达莱纳·阿拉冈，20岁的美女，是葡萄牙演艺圈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更巧合的是，她在肥皂剧里面和泽凯赖什的女朋友是搭档，出演过对手戏。不得不说，若昂内维斯的女友是真的好看，真的好看，独一档的存在，感觉最符合华人的审美。所以如此优厚的福利，老 K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评论、分享和热推。你最喜欢哪一个？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另外，请别忘了订阅。那么咱们明天再见。